胖子里兄弟们的老熟人了。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咱们提到老张遭遇竞赛风波，父亲过世，最终王者归来。在评论区当中，很多兄弟就为胖子里鸣不平呐，为啥都是打假球？一个仅竞赛半年，一个却是12年半。那么今天大圣就给兄弟们捋一捋，这老张跟胖子里究竟有啥不同？当年的胖子里究竟圆不圆？首先呢，咱们来捋一下两个人的时间线。老张挨处罚是2010年，而胖子里呢是2012年。看着胖子好像晚了2年，实则不然。所谓的胖子里晚了2年，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案发时间晚了而已。从世泰联公布的他打假球的时间线来看，他的第一场假球是从2007年开始。从老张2010年的案发时间来看，咱们假设如果老张之前也打了假球的话，那么他们两人打假球的时间就是重合的。那么胖子里为什么挨处罚的时间晚了2年，而且罚单这么重呢？这里面最大的幕后推手就是菠菜了。首先看一下两个人的处罚依据。老张的丑闻虽然很大，但是只是准备打而没有干。事后老张又哭得梨花带雨地说他是被俄罗斯黑帮威胁。兄弟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鬼话明显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找台阶下。菠菜跟世泰联看破也不说破，因为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想找人敲打一下老张。当年还发生了宾汉姆以及詹米琼斯等等的赌球事件，球员们打假球挣点外快已经有了点飘柔的秘密的感觉，搞了一下下面的角色球员，感觉效果不太明显，必须要找一个大佬开刀。于是老张就进入了菠菜的视野。他找经纪人戴维操刀的这一套流程，别人早就烂熟于心。接下来几个三流记者就登场了，卡在世锦赛跟戴维斯比赛中场休息的关键时间点，30万欧你无法拒绝，又不给你考虑的时间，让你主动放弃跟戴维斯比赛的同时，再跳进他们布置的陷阱。要知道，当年的戴维斯想要赢老张的话，跟埃文斯想要赢火箭没啥区别，一个完美的一石二鸟。事后他们想要搞死老张，其实很简单，等老张打完假球之后再公布视频，到时候别说你哭，就是跪地上认错也没有用了。但是菠菜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目的只是想要敲打。毕竟老张也是顶流球员，有他才会有流量，才会有投注。从找经纪人收现金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老张比胖子里可高明多了。但是菠菜这一次的杀人诛心，把老张可算是彻底给收了。你只需要记住一点，你的老板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菠菜。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胖子里，对比老张，他的操作手法简直就是傻子一个。最关键的是，不光傻，他还贪。看一下他的投注手法。2007年对阵罗伯，5-1的比分，他直接让经纪人买了10万。2008年对阵塞大师，同样还是5-1的比分，又让经纪人买了10万。后面的冠军联赛对阵老张那场著名的假球，他让他媳妇儿又是实名买了10万。你说这些球员平时生活有点困难，小打小闹，菠菜也能够理解。在不影响比赛结果的前提下，职业球员打点牙祭，这个在圈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待会儿听听3位球员的看法，兄弟们就有数了。但是胖子里却把菠菜当成了提款机。你说当提款机也就算了，最关键的是，你把别人当傻子，不是经纪人就是媳妇儿，甚至他自己实名制买球。你说要是但凡多受几年义务教育，也不至于傻成这样。那么胖子里为啥要晚2年才受到处罚呢？道理很简单，菠菜呀忍不下去了，就是要搞死你。前面的证据先收集好，知道你还要出手。果然在他媳妇儿投注10万英镑后，胖子里就被带走调查了。随后从别人公布的证据来看，菠菜呀是早就盯上你了。其实啊，以胖子里的实力以及酷炫的干法来说，如果不出事儿，这几年呢一定会混得风生水起。但是没办法，人呐就是永远战胜不了自己的贪欲。接下来咱们来听一下3位球员对这个假球事件的看法。首先呢，火箭是这样说的：我听说很多球员都打假球，胖子里只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这句话听着有点意味深长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下老张怎么看。这个时候老张已经竞赛归来，他说呀，如果胖子里履行了竞赛处罚，然后他决定归来的话，
我会张开双臂欢迎他回来。我对他的付出没有丝毫的问题。听听老张说这话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一丘之貉吗？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小特怎么看。他说呀，我认为他就应该终身禁赛，但禁赛12年已经足以结束他的职业生涯了。我觉得他应该去找点什么别的事情做做。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小特要是没有洁身自好，他是肯定不敢这么说的。好了，视频的最后，兄弟们肯定会问，今年2024年的10月份，胖子里刑满释放，他还会回来吗？这样说吧，大概率回不来了，因为当年这哥们儿10几万英镑的罚款，至今还没有交呢。好，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汉美皮头的618活动已经开始了，原价98，现价89，还没有试过这款硬弹皮头的兄弟，趁着活动期间特价，赶紧上手试一试吧。Since then. And that was a fabulous shot. Oh, wow. 仅仅开赛第一天，便有3位世界冠军被挑落马下。本届德国大师赛注定不平凡。大家好，我大生。就在昨天，德国大师赛的正赛拉开帷幕，开赛的首日便冷门谍报，阿尔比兄、鲁提辖以及大嘴墨菲都在首日遭遇爆冷。其中，徐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5局，干掉墨菲这一场非常精彩。今天大圣带给大家的是阿尔比兄对阵咱们香港名将傅家俊的最后一局。从刚才的这杆进攻可以看到，完全不是赛大师的风格。今天的二比兄明显不在状态，这一杆发力的中带进攻，明显是想早点结束比赛呀。今天看到有些兄弟说神奇小子回来了，这样的比喻明显有些过了。对比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来说，昨天的表现也就勉强及格而已。要说重回巅峰，那还差着远呢。之前呢，很多兄弟找到大圣说想要改一改自己的动作。今天呢，咱们就边看边聊，结合傅家俊改动作血的教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动作到底能不能随便改。大概在2010年左右，大圣个人认为那是傅家俊自己的技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现在大家注意看一下傅家俊的出杆动作，他的技术特点呢就是不运杆，在他的巅峰时期就是这个动作。但是当时他个人认为阻碍他更进一步的也是这个动作。于是呢，他找到了当时号称斯诺克第一教练的格里菲斯，帮他改动作。关于格里菲斯呢，大圣之前详细介绍过，皇帝、马叔、小特等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今天呢，咱们就不过多赘述了。当时呢，在格里菲斯的建议下，傅家俊改成了3次运杆，就跟隔壁桌墨菲的那个一样。格里菲斯作为一个斯诺克的传统老教练，让傅家俊这么改，相当于是重新洗牌，完全的从头来过。但是这样的大改对于傅家俊来说带来的后果完完全全的就是一场灾难。在随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马口傅的成绩一落千丈。随后呢，傅家俊觉得自己有些适应不了，决定又改回之前的出杆动作。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已经有了一定的肌肉记忆，想要改回去哪有这么容易？傅家俊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于是呢，在跟格里菲斯商量之后，把运杆的方式又改成了运1次。就这样又折腾了2年的时间，傅家俊发现自己还是完全的适应不了，用这样的方式完全达不到一个职业的水准。就这么着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年，回头一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突然回不去了。只到当时是寻常，蓦然回首，傅家俊才发现，原来当初的第一套动作才是自己身体最适应的动作。当然，这中途折腾几年欠下的债，傅家俊要用一生去还了。现在咱们仔细看一下傅家俊的出杆动作，偶尔呢还会运一下，这些都是当年改动作留下的烙印。有机会呢，大家再去观察一下鹌鹑帮的帮主小特，他呢是现在准度最好的球员。有正面镜头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小特的运杆在最后一下拉出来之后，居然是歪的，直到皮头临接触到母球的那一刻才会自然的调直。这要放到传统斯诺克的说法，这就是出杆有问题。但是就是这样有问题的出杆，
却让他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准的男人。就问你服不服吧？所以说呢，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协调性也不一样。你的身体能够接受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只要能自然顺畅的运杆，不影响你最后的发力，这样的动作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呀，兄弟们，没事儿就别老想着改动作，大多数情况下改来改去就是一地鸡毛。顺便呢再说一下，昨天呢有兄弟说他以前是一直用某品牌的皮头，看见大圣一直强烈推荐的汉美呢，非常纠结。还是那句话，媳妇儿不能随便换，但是换上汉美绝对能让你找回初恋的感觉。当你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热情时，最好的办法，一是换球杆，第二就是换皮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给你的球杆换上汉美，跟他重新谈一场恋爱吧。58. 59. 66. 67. 71. 72. 79. 80. 85. 86. 92. 今天的神奇小子虽然已经难以重回巅峰，但是作为这项运动最绅士的球员之一，傅家俊曾经的亚洲之光也曾经照亮过这片天空。作为中国军团不可或缺的一员，咱们也希望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末年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很多人说赵君彤从12岁开始打球，那么11岁的赵君彤是什么水平呢？大家好，我是大圣。最近看到网上很多帖子说赵君彤从12岁开始打斯诺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咱们先来看一下11岁的赵君彤是什么水平。咱们先注意一下篮球旁边有一道 X 型的印记，这些都是刻苦练球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说明在11岁的时候，赵君彤练球已经很刻苦了。赵君彤199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从小跟随父母在深圳长大。12岁的时候跟随武文中学球，而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这时的赵君彤才11岁，也就是说第2年他才跟随武文中学球。这时的赵君彤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斯诺克天赋。
看一下这杆咖啡的教位，发力通透，力感极佳。此时的赵金童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顶尖选手的水平。上手便是豪横的一杆青苔，小小的年纪便展现出大师风范。看一下这腼腆而又清澈的笑容，跟14年之后英锦赛夺冠的笑容如出一辙。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赵金童射篮球的准度。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这些煎熬纠结的训练，又怎会有今后傲视天下的勇气？在30的路上，历遍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已記載了風霜。深秋雨日，前窗是電視，迫不得已的畫面，說再見。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面前，唏噓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年前。在望着真笑容時，亦不知不覺的無言，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篮球到袋口的距离1.99米，全场3.16米。打篮球点的练习是练习斯诺克最基础的一项基本功练习。至于到底难不难，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此时赵金童已经连进了40颗，而且全部都是粗细灭半，这简直就是一台进球机器。此时的赵金童说他感觉到有些累了，咱们看一下这颗进球，打到第42颗才出现第一颗挂脚入袋，这是真的有些累了。连进42颗，你能连进多少个？欢迎评论区留言。射进篮球点全场3.16，欢迎大家拿起球来试一下。好了，咱们专心看球啊，烧好了，好了很多了。
激动人心的决胜局来了啊！开球，还是走这个方向，还好啦，这一杆还好，今天开球里面算好的一杆，前几杆每一次开球都漏，再漏这样的开球就很危险。HT 呢还是很惊艳啊！算了，咱们不聊那些啊，专心看球。沉底，摩菲是肯定不会去打这样的球，这样的球也打了没意义啊！好了，又钓鱼，摩菲铁了心钓鱼，今天因为前几局尝到钓鱼的甜头了啊，觉得赵公子的长台今天不咋地。没去啊，对，别去啊！摩菲今天铁了心钓鱼。咱们的赵公子也没那么莽了啊，这个球换做小司机，你刀架他脖子上他也得打。来吧，这个球防得不错。决胜局啊，更多的是拼的是心态啊，好球。怎么样？这一颗估计赵公子心动了。有没有回去的线路？第一杆可以回去啊，但是呢，就怕掉这一颗，是吧？第一杆拉回去的话，有时候怕漏打的这一颗。哎呦喂，这一杆差的有点多啊！果然，有时候怕这样的球，你下面的球可以防到，但是你打的这一颗打不进，就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了。来吧，现在考验摩菲心脏的时候了。那个球呢，他也可以选择沉底，他打左侧那一颗可以选择沉底。哟，摩菲这是要炸球啊！效果这一颗，但是白球好像不是很好校位。哇，这一颗摩菲是有单叫，他没有选择，也是有点急了哈。这一杆如果拿架杆下低杆回去的话是有风险的啊，不白给。他如果拿架杆低杆这样去叫蓝的话是有风险的。这哥们儿看这样子不想去了啊，不敢去了。你个老六，老狐狸哈，他不去了，跑了啊，跑了。他又钓鱼啊，他看了这个位置了哈，他又来搞赵心彤心态。来，这个球中带他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了。来，裁判也在看咱们不去啊。这个老狐狸啊，中带是肯定不能去啊，有是应该是有啊。
下面这一颗，哎，给它挂走，白球沉底，好，不错。现在就看摩菲，现在上面这颗红球是一个变数啊，这颗红球，因为你白球往上面走的话呢，你要么就必须要贴库，你不沿着库边的话呢，你一旦把白球放出来，那么赵心童不打，我就支持他打。这个决胜局啊，开玩笑，英锦赛呀，仅次于世锦赛的大赛。莫非也还背着包袱，对吧？打一个业余球员，赢了胜之不武，输了你怎么交代？3年前就输过一次啊，防得不错，挡住了。要说压力啊，莫非的压力是肯定比赵心童大。有一个打带跑，好球，好漂亮！看看白球的位置，来吧，赵公子，好，有向下的角度，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哎呦，这个成熟了呀！这个不像赵心童的风格啊，这个球。因为呢，这个绿球咱们刚才从我们的角度看着不大哈，但是在现场的角度很大，而且距离很近。他没有鲁莽，还给贴上了。好，看看老狐狸啊，莫非钓一晚上的鱼了。这个球让咱们对赵公子刮目相看呐。考验一下莫非解球的功力哈。往下边这边2库，哎呦，完美啊，完美啊！他中间不敢去中间的话，哎呦，这个球确实3库上来相当完美，高手大师，漂亮这个球绝对的大师级别呀！对呀，这就是6扇门的高手啊！你这个球让小司机来，让马叔来，可能就往球堆里面给你干了管他妈妈嫁给谁，咱们也吊他一杆。来吧，莫非中带去不去？下了第一杆，带着防守。哎呦，空心呐！再次空心入袋，这就是1987年著名的轰天炮对局。大家好，我是大圣。现在场上击球这位，大家看着有些眼熟哈，相信有些资深球迷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没错，他就是18岁时刚出道的皇帝。今天的回顾经典带给大家的是1987年的澳大利亚大师赛的决赛，皇帝亨德利与飓风阿里克斯希金斯的初次对决。当时的皇帝初入峥嵘，出杆也是急如闪电，而桀骜不驯的飓风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晚期。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两人在决赛中的精彩表演。由于是1987年的比赛，找到已经实属不易，画质有些模糊，大家还请见谅。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he'll do about the blue. 22. 看一下皇帝当时的球风，也是急如闪电。对于防守嘛，只要能进攻，也是绝不考虑。接下来看一下飓风，先给皇帝上一课，啥叫当件事。这场决赛在当时也是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赛制，总共打5局，最后计算双方的总得分来分出胜负。目前在总得分上，皇帝暂时领先。接下来再来一杆仙人指路。注意看一下飓风的出杆，运杆非常的短。对于这个技术要点，咱们待会儿再说。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双方的最后一局对局。这一局对局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经典对局，大圣称它为轰天炮。至于为什么叫轰天炮，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飓风仔细看了一下黑球，没有单下。黑球没有单下没有关系，不过进攻怎么能够停止？剑指顶戴，两人的轰天炮对决就此拉开帷幕。但是这一杆之后，无奈实在没有进攻的机会，哪怕强如飓风，也不得不选择放弃。Back to safety. And that's really tied the black up. 接下来就到了年轻皇帝的表演时间。看看当时年轻皇帝的杀气有多么重，看看这2个球，你就知道了。Looking at the blue into the bottom pocket. 同样剑指顶戴。皇帝用一颗空心入袋，给予了飓风强烈的回应。It's so easy. 6. That's if you're at the end of the Stephen Hendry queue. 7. Pink now into the bottom as dad. 看台上，皇帝的父亲对儿子的打法早已经习惯。 Waiting for his 接下来的粉球再次对准顶戴，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接下来的红球还是顶戴，再次空心入袋，这就是1987年著名的轰天炮对局。 the balls like little pills. 90. 红球没有弹下，传球毫不犹豫，看皇帝的传球，让你无处可逃。 Absolutely devastating. 旁边的飓风抽着华子，默念道：“小子，确实有我当年的风采。兄弟们，你们数了没有？这是第几颗顶戴了？” 15. 16. Another go at the pink. 看皇帝再来一个！哇哦，虽然没有打进，但是这样的比赛看着过不过瘾？看一下着急的飓风，粉球还没有停稳，早就拿着下杆，早早的等在那儿。 Alex, always the entertainer. 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一下大哥惊艳的表演。 Balls. But he knows full well he has to say goodbye to the Winfield Masters 1987. 目前还有3颗球贴库，这杆球能完成清台吗？
Stephen Hendry in the final, has to overcome Australia's Eddie Charlton to get there. And that is our next semi-final. 15. 接下来咱们就注意一下飓风的出杆，不管是大力还是小力，永远拉杆只有那么一点点，这就是咱们常说咏春拳当中的寸劲。再来看一下这一杆的中力发力，还是一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看到飓风发大力的时候会出现荡剑式、破剑式、仙人指路等等，在现代斯诺克当中看不见的招式。因为在这样短出杆的情况下，如果球杆不延伸，那么就无法将白球打透。不过这项绝技今天早已失传，当然就算传下来也没人敢用。转瞬之间，裤边贴裤的3颗球已经处理完毕，接下来还需要再准1颗。这样的发力必须用身体带动球杆，荡剑式。就问你看着过瘾不过瘾？And so Alex giving an exhibition here of how to clear up. 33. His break is 33. There are 6 colours to go. But when he started, he was 159 points behind. 38. 再来看一下飓风的运杆和出杆有多短。42. 看一下这颗白球，加了非常强烈的右旋转。大圣在这儿要奉劝各位兄弟，飓风的这个出杆千万别学，因为有些东西是一看就会，一学就废。Has outpotted Alex Higgins and puts himself into the final on his first visit to Australia. 虽然最后飓风一杆清台拿下了这一局，但是最后还是皇帝获得了最后的冠军。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随后两人又在1987年的北爱公开赛决赛当中相遇，大家想看那场决赛吗？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撞球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您的观看，我是大圣。随着这颗黑球应声落袋，今年史泰莲所发的2张大饼全都名画有主。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随着这杆高难度的传球入袋，这杆破百注定将载入史册。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为画一个姑娘陪着我，那个画面的被窝，画上好了承诺，生爱一句话。画一群鸟儿围着我， Picking the reds out. 在画上绿林和青火，画上宁静的乡村，对面的岛边上跳舞，画上有你能用手触摸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画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前朝人家忙于
drops his head down. Thanks to the 轻松的推进黑球，世界第一，此刻尽情享受全场的欢呼。莫非你也别心急，此刻你的147已经听牌，世泰莲的另一张大饼，你也可以一饼两吃哦。此刻全场起立欢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为什么，因为你值得。这个孩子自带 BGM， 在英国他被称为奥沙利文武士。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火箭奥沙利文对阵英国的一位小孩的表演赛。很巧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也叫诺尼，因此英国的观众把他称为奥沙利文武士。既然是表演赛，哪能打得那么认真？当然要给小诺尼留下一些表演的空间。孩子，你的这颗进球让我想起了大澳的周小龙。打进这颗进球之后，你仿佛已经赢了6届世锦赛冠军、千杆破百的奥沙利文一世。小诺尼的心态很好，下场之后还给火箭调侃道：“我故意打不进，也是想给你留一些表演的时间。”这咋好意思，兄弟？他们看我都已经烦了，还是把时间留给你。这小诺尼有着惊人的表演天赋，我看交给郭德纲可能前途还更好一些。
小农里的架杆号称排名全英国同龄年阶段的 No.1，好吧，算我没说。这个中带还有一点奥沙利文武士的影子。昨天大圣又不争气的看了一场威尔士公开赛的资格赛，就是咱们国内的流量大明星对阵高阳的那一场。比分虽然很惊艳，4-0，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就没法说了。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让我不淡定的是比赛结束之后各大博主对这场比赛的评价。在这儿大圣也不怕得罪人，我就想说一句话，还要不要脸了？球打成这个样子，怎么又重返巅峰了？怎么又剑指冠军了？怎么又王者归来了？就昨天打那个球，别说碰见前16了，就是碰见前32，我想这个比分应该是倒着的4-0。咱们就别说火箭前几年的评价了，就说最近马叔、老张、萝卜、皇帝对他的评价吧。别人说的很含蓄，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商业活动太多，没有练球。当然，支持他玩物丧志的球迷会说，怎么样，他拿的冠军还不够多吗？中国有哪一位选手可以比得上？你拿一个试试。而且有这样言论的球迷还不在少数，大圣都懒得回复，只想说一句，你们开心就好。大圣想说的是，30、45岁正是斯诺克这项运动的黄金年龄，753节、803巨头，无不是在这个年纪打出了自己的辉煌成绩。不奢求他像753节这3个老家伙这么敬业，至少克鲁斯堡他还没有登顶过，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世界冠军。大圣每次都不争气的继续看他的比赛，就是想看到他有真正的反思过，实现真正的王者归来。但是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今天的二哥吉米怀特打得再差，咱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以及崇敬的目光，因为二哥为了自己的理想从没有放弃过。业精于嬉而荒于嬉，小时候的那部动画片《骄傲的将军》，我希望他再翻来看看。本不想说，但是又说了那么多废话，大家今天就当我是唐僧好了。小农里这杆没有解到，并且形成了一杆飞波，但是火箭还是没有打飞波，毕竟是奥沙利文武士，面子总是还要给一些的。
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奥沙利文一世跟奥沙利文五世两位罗尼打了一场开心的比赛，并且给小罗尼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装修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大圣。很多人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球，那么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呢？大家好，我是大圣。最近看到网上很多帖子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斯诺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咱们先来看一下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咱们先注意一下篮球旁边有一道 X 型的印记，这些都是刻苦练球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说明在11岁的时候，赵金童练球已经很刻苦了。赵金童199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从小跟随父母在深圳长大。12岁的时候跟随武文中学球，而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这时的赵金童才11岁，也就是说第2年他才跟随武文中学球。这时的赵金童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斯诺克天赋。看一下这杯咖啡的焦味，发力通透，力感极佳。此时的赵金童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顶尖选手的水平。上手便是豪横的一杆青苔，小小的年纪便展现出大师风范。看一下这腼腆而又清澈的笑容，跟14年之后英锦赛夺冠的笑容如出一辙。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赵金童射篮球的准度。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这些艰苦卓绝的训练，又怎会有今后傲视天下的勇气？在那心碎的路上，歷遍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亦記載了風霜。深秋雨日，前窗是電視，迫不得已的畫面，說再見。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唏噓的感慨一連連，但日落日出永連前。在望着真笑容時，亦不知不覺的無言，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
篮球到袋口的距离1.99米，全场3比16。打篮球点的练习是练习斯诺克最基础的一项基本功练习。至于到底难不难，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此时赵俊鹏已经连进40颗，而且全部都是粗心灭败，这简直就是一台进球机器。此时的赵俊鹏说他感觉到有些累了，咱们看一下这颗进球，打到第42颗才出现第一个晃脚入袋，这是真的有些累了。连进42颗，你能连进多少个？欢迎评论区留言。射进篮球点，全场3比16，欢迎大家拿起球来试一下。好了，咱们专心看球啊，烧好了，好了很多了。激动人心的决胜局来了啊！开球，还是走这个方向，还好了，这一杆还好。今天开球里面算好的一杆，前几杆每一次开球都漏，再漏这样的开球就很危险。HT 呢还是很惊艳啊。算了，咱们不聊那些啊，专心看球。沉底，摩菲是肯定不会去打这样的球，这样的球也打了没意义啊。好了，又钓鱼，摩菲铁了心钓鱼，今天因为前几局尝到钓鱼的甜头了啊，觉得赵公子的长台今天不咋地